好久没有更新这个频道，那也没想到2025年第一期节目呢，要做洛杉矶野火这个话题。最近这个火灾呢，给很多社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家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受灾的 Pacific Palisades 呢，以这个地方为例呢，这是个靠山滨海的风景非常美的社区。那如今呢，是个残垣断壁。那面对这样的景象呢，我们也很难想到那这以前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园，许多受灾的居民呢，不仅失去了房屋，更失去了与家庭跟历史相关的这些珍贵的记忆。尽管社会各界呢纷纷表达慰问，州政府还有联邦政府呢启动了很多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的措施，但是呢，这个灾害带来这个巨大的情感的创伤，还有对洛杉矶房地产市场乃至加州房屋保险行业这个深远的影响，还有我们势必要面对受损的房屋保险的飙升，可能会对洛杉矶的经济还有社会格局呢产生巨大的影响。那近年来气候变化还有极端天气呢，给美国保险行业带来很大的压力。以洛杉矶 Pacific Palisades 这个火灾来说呢，很多房主呢因为火灾的风险呢，曾经失去了承保的资格。我们也之前提到呢，很多保险公司比如 State Farm、Allstate 这些保险公司呢，之前呢也纷纷退出了加州火灾险的市场，取消了很多保单。数据显示呢，加州公平准入保险 Fire Plan 这个呢，成为很多房主最后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 plan 呢，现在呢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敞口呢也非常大，资金不足这个风险呢，让很多人也是比较担心。那万一这个计划崩溃的话呢，那很多房屋呢将处于无险可保的状态。那与此同时呢，很多房主呢也不得不面对上涨保费。那对于无法获得私人保险公司的保险的这些家庭而言呢，FIRE计划提供其实它是一个有限的保证，费率呢也一般高于私人的保险公司。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呢就很难负担得起，还有一些人呢，哪怕他付得起，但是呢有个侥幸的心理，很多人呢也是没有选择保险，所以呢很多灾后重建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对于仍有房贷的这些房主来说呢，购买房屋保险呢是贷款银行的要求这没得说。那房屋保险的同时呢，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保护伞，我觉得那很多未付清的房主呢，在每年续保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因为很多保险公司呢，对高风险地区的续保的保单呢，也是越来越谨慎。那去年呢，其实加州政府呢也出台了一些新规允许保险公司将再保险的成本计入保费当中，利用灾害的模型呢预测未来的风险。那这些措施呢，给保险公司提供了一定喘息的空间，但是呢，房主的保费上涨呢是不可避免的，对吧？去年其实很多续约的保单呢，已经涨了很多。对于许多遭受灾害的家庭来说呢，保险赔付的额度够不够呢？是否足以覆盖重建的费用呢？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担忧。实际上呢，这是可能发生的，主要原因有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你的保额的选择。那保额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你的保费嘛，都是挂钩的。你保额高，保费就贵；那保额低呢，就可能造成一个赔付金额不足以覆盖重建成本的这一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保险都有一个自付额 deductible。这个自付额的部分呢，需要你自己来承担嘛，对不对？金额呢，一般来说，房屋保险的话，自付有几千块钱的，更高的也有。灾后的供需的影响，重建过程当中，人工跟建材短时间内供需关系嘛，可能会涨价。但是呢，这个保险赔付是按照灾前的这个重建费用来估算的，没有考虑到灾后的情况，是不是灾后会涨价的，我们要看。此外呢，如果火灾起因被确定为是比如说电力设施的老化或者其他的原因，那这是个索赔的问题了，对不对？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如果是人为纵火呢，那这是个法律的问题。对房屋受损之后呢，是选择在原址重建呢，还是直接搬迁？这取决于房主的经济条件，还有情感需求，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实际的这些考虑因素。比如说在原址重建，通常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包括审批建造这整个过程。那这个期间呢，你可能要在外面租房子，或者你有其他的房子可以住。那这个选项呢，一般来说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可能会选择，或者说呢，你这个地段你比较喜欢，比如说 Pacific Palisades对吧？你觉得这个地段非常好，你喜欢在这个地方继续居住下去，那你可能会在原址重建。那有些房主呢，在保险理赔结束之后呢，选择出售土地，另寻新家。那这个方式呢，就比较简单嘛，对吧？适合尽快开始新生活的这些家庭。当然，你也可以暂时租房过渡一下。对于这家庭没有一个太长期的规划，租房呢也是一个过渡方案。这些呢是对于房主来说，那如果是你之前就在这些区域租房的话呢，那这些家庭呢就不涉及到买卖土地这个问题了，选项呢就比较灵活一些。那这个山火呢，对南加州的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呢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呢，供需决定价格，那大量房屋受损呢，会导致短时间内的房屋供应呢急剧减少。
这可能在某一些地区的房价呢，短时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这个涨幅是否能够持续呢？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呢，加州房产局呢在1月14号已经向所有经纪人发出了一个警告明确说明在灾情期间呢 ，price gouging 价格欺诈呢，其实这是个违法的行为。那这一定程度上呢，抑制了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另外一方面呢，灾后重建所需的成本呢，可能导致市场的长期波动。那建筑材料的成本的上升，还有施工的延误呢，可以看见一些开发商呢，也因为价格的波动呢，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对于投资者来说呢，火灾频发会导致房产的风险呢也会增加。那山火频繁发生，投资者你就要考虑你未来投资标的在什么地方，投资者还要谨慎的评估未来风险。与此同时呢，重建工作呢也给投资人带来一些机会，比如说的建材市场建筑市场装修市场都可能是从中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发展。那长期的土地的升值的潜力呢，也会吸引很多资本的目光。未来是不是有新的重新开发的这个社区呢？我们要看市场的回暖的情况。那洛杉矶山火呢，对未来几年建筑行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觉得住宅区还有商业建筑基础设施的损毁呢，催生了很大的重建的需求。那建筑公司还有承包商呢，可能会有很多这个业务，但熟练的工人，我觉得现在是不足的，还有价格的上涨呢，会导致未来成本会上升很多。尤其是建筑工人缺口非常大，我觉得未来几年的话，我们会看到建筑工人短缺这个情况。未来的建筑法规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严格，新建还有重建这些项目呢，可能会采取比较高的防火的标准，比如耐火的材料消防系统的提升还有优化建筑的布局环保材料、节能材料。我觉得未来的开发商呢是要考虑一下怎么更多利用防火材料跟新技术呢，减少未来火灾的风险。城市规划政策呢，我觉得也会有调整的。那政府可能会限制一些高风险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优先投资基础建设设施，增加抗灾的能力。我觉得这些行业的趋势呢，我们未来几年都可以观察。那1月12号呢，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灾后重建计划，马歇尔计划式的构想，说是这个洛杉矶的 2.0 版，承诺呢不仅要帮居民重建家园，更要打造一个更可持续性的未来。根据 AccuWeather 他们的估算呢，重建的费用在未来10年间呢，可能会达到1350亿到1500亿之间。Newsom 的这个计划呢，是通过联邦还有地方政府的合作呢，把资源集中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筹建工作呢，跟这个重建工作其实相辅相成的。Newsom 也说了，在未来5年内呢，就要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几大方面。那首先呢，是要为受灾家庭提供一个直接的经济援助。那再一个呢，就是建立一个更高的，刚才也说到这个防火的建筑法规标准，在高风险地区引入更好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地下的电缆网络，还有防火隔离带，也会推动绿色能源计划，减少未来极端气候发生可能性。那与此同时呢，他也提到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举办呢，将会成为一个重塑城市的一个契机。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呢，不仅会推动基础建设设施的改善呢，也会推进灾后社区的重新规划。此外呢，我觉得未来几年呢，受灾这个区域呢，会迎来一个重建的热潮，比如说 Pacific Palisades 还有 Altadena 这些社区呢，新的住宅区呢，可能会有很多个开发商共同来开发这些地段。那新的住宅的价格跟面积呢，也是备受关注的。那火灾的这个肆虐呢，展现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必然会激发洛杉矶受灾民众重建家园的决心。灾后这个重建呢，不仅是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也是对整个社区乃至洛杉矶经济复苏的推动。这个过程呢，需要政策的支持，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完善基础设施，才能真正的让受灾地区呢焕发新生。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聊到这里。灾后重建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我是孙思桃，这是美国房产最前线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